这是流行社群软体的时代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大人小孩无时无刻大家都在使用社群软体。我也是睡醒滑，走路滑，吃饭滑，直到我发现社群软体的黑暗面。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毒品般的重度使用，是迷失人生的方向。我们开始对人生感到空虚，感觉做什么都不带劲，失去追逐目标的能力，失去生命中体验真正快乐的能力。或许你觉得自己每天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滑手机，但是你又抵挡不住那个诱惑，那么这部影片会有你想要的答案。我会让你看清社群软体的危害，并学习如何与社群软体共存，帮助你一步一步地找回生活的快乐。要说我成瘾社群软体的故事，就要回到14年前。那一天我11岁，在那个年纪，游戏还是我的全世界。为了玩当时最红的开心农场，我注册了 Facebook， 后面发了我人生的第一篇贴文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有多么的亢奋，即使只有一个学妹来帮我按赞。2014年，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开始使用 Instagram， 我发现在 IG 上看别人发现实动态，会给我一种莫名的满足感。我后面也开始发废文，发现实动态，花很多时间来经营我的账号。我开始享受手机跳通知的感觉，谁又给我按赞，谁又在我的贴文留言，我无时无刻都在盯着这个小小的荧幕。直到某个时间点，我开始讨厌发文，因为我讨厌我自己花这么多时间想的文案，结果都没有几个赞。每天看着比我帅的网红，住不起的豪宅，我开始感到厌倦，宁愿什么都不做，我也不想滑社群软体。直到有一天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演算法堪称是 Web 3.0 的原子弹，在我们不堪一击的小宇宙被引爆了。我们越使用社群软体，演算法就越了解我们的喜好，推送更多吸引我们的内容。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以前一样，睡前都会滑一下手机，结果一滑就是好几个小时，甚至会滑到天亮。就这样的 YouTube、Instagram、TikTok 成为了我生活的3大支柱，让我可以逃避学业的压力，逃避生活的痛苦。直到近几年，社群软体给我的只有满满的空虚感，所以我就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走在路上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大家都喜欢把专注力放在这小小的荧幕里。为了找到大家都爱滑手机的原因，我开始阅读成瘾相关的书籍，终于让我找到了答案。We have a dopamine release when people like us. We have a dopamine release when people agree with us. We have a dopamine release when people, enhance our reputation.We have a dopamine release when we're experiencing the same emotion at the same time as other people. 多巴胺是大脑分泌的一种化学分子，可以让我们产生开心和兴奋的感觉。好笑的影片、好吃的食物，大脑都会分泌多巴胺，让我们感受到短暂的快乐、兴奋以及满足的感觉。你可能听过多巴胺是个快乐分子，的确，当时科学家在发现多巴胺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这么认为。直到有一个实验彻底颠覆了这个想法。在这个实验中，研究人员找了一群猴子，当猴子完成一项任务时，会奖励他们吃菠菜。他们发现，第一次给猴子吃菠菜的时候，多巴胺有明显的提升，让猴子感觉到快乐。然而，随着奖励的次数增加，分泌的多巴胺越来越少，让猴子对菠菜开始不感兴趣。几天之后，实验人员将菠菜改成果汁，这个意外的奖励让猴子的多巴胺迅速飙升，让他们感受到无比的兴奋。但是没过多久，猴子也开始习惯了果汁，多巴胺也不再分泌。这个实验让我们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。多巴胺除了会让我们快乐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会带给我们欲望，让我们渴望去享受快乐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，我发现为什么滑社群软体没有以前那么开心，也找到生活空虚、没有动力的原因之一。而这2个问题的答案与多巴胺运作的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。当猴子开始习惯喝果汁，当我们吃到第10口布朗尼，都没有一开始来的那么快乐，这都是因为多巴胺的弱敏反应。如果我们长时间将自己暴露在高多巴胺的事情，像是社群软体、抽烟、喝酒，甚至毒品，我们分泌的多巴胺就会越来越少。这就是为什么吸毒的人会越吸越强，越吸越多。更可怕的是，当我们习惯了高多巴胺的事情，我们很容易对低多巴胺的生活失去动力，像是社交、运动、旅行，
甚至是完成目标。我们本来可以从生活中得到多巴胺的快乐与满足感，但是因为我们习惯用社群软体来刺激我们的多巴胺，我们就会对生活的一切开始感到无感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如果若明反应会让我们失去快乐，那为什么不滑手机我还会有空虚、焦虑和痛苦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？想象一下，当你正在看一部很好笑的影片，你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，给你快乐、兴奋、满足的感觉。但是大脑是一个努力追求平衡的系统，所以在分泌完多巴胺之后，大脑会把多巴胺水平迅速拉低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与快乐相反的情绪，空虚、焦虑以及痛苦。这种现象被称作体内平衡。回想上一次上台领奖或是完成一个工作的大项目，你会感觉到自己很开心，甚至会很亢奋，因为你的大脑正在疯狂释放多巴胺。但是当你隔天醒来之后，你会莫名有一种空洞无力的感觉。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正在平衡我们昨天快乐的感受。其实只要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多巴胺就会自己回到平衡的状态。但是当大脑正在平衡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逃避这些负面情绪，再跑去刷社群软体，或是再去抽一根烟，一旦做完这些事情，身体就会开始平衡多巴胺，我们就会经历更长、更强烈的痛苦。所以当我们不断刷社群软体，若明反应会让我们感觉不到快乐，甚至会让我们失去体验生活的能力。在我们从社群软体中获得多巴胺之后，体内平衡会让我们陷入痛苦和焦虑的深渊当中。更糟糕的是，有许多研究发现，当我们长期处在高多巴胺的环境中，我们的前额叶功能会开始退化，会让我们更难去抑制冲动，让我们抗拒不了自己的欲望，包括再看一部影片，再吃一块蛋糕，再抽一根烟。没错，这就是社群软体对人类造成的3大危害。所以我相信社群软体对人类的影响，完全可以让一个充满潜力的孩子，充满抱负的年轻人，成为一个无法控制自我、生活失去干劲的躺平族。当你看到这里，你会发现滑手机耍废是真的可以废了我们的人生。那么解决方法还是有的。你可能听过多巴胺排毒或是社群软体排毒，这就是透过不使用社群软体，让我们去远离高多巴胺的环境，我们就可以重置大脑的奖励系统，去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如果你决定要离开社群软体，那么这部影片就会成为你的毕业礼物。但是尽管这是公认最有效的方法，我相信许多人都有着必须使用社群软体的理由。那么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，让我们在品尝科技的甜头之余，不至于会迷失自我。我会在时间内完成我的目的。社群软体的设计摆明就是要让我们上瘾，我们大脑的进化其实根本没有跟上科技的进步，所以这种高强度的社群软体诱惑，我们的意志力是很难跟它抗衡的。所以我每次在使用社群软体前，都会先决定我要用多久，去设定一个时间的限制。当这个铃响时，这条界限就可以把我拉回现实。除了时间，使用的目的更重要。我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拿手机来耍废，每天去刷好几个小时。所以有目的的使用社群软体是保有自我意识最重要的一环。那么我现在使用社群软体主要的目的有3个。第一个是社交，我很少传讯息，要么打电话，要么直接约见面。第二个是学习新的技能，我是今年2月才开始学 DaVinci Resolve 这个剪辑软体，完全没花1毛钱，白嫖 YouTube 的教学影片，我就剪出了这样子的作品。第3个是寻找灵感，这对我来说其实很危险，因为即使到现在，我偶尔还是会失控，多花好几分钟。现在网络上的娱乐影片真的太可怕了，我每次都会忍不住，一不小心就会多看好几部。但是当我先设定好时间，有着明确的目标，我就更不容易迷失自我。回想起来，社群软体曾经是我的一切，生活中的大小事，生命中的悲欢离合。但是当我开始学会去放下社群软体，去感受这个世界，那个曾经左右我情绪、光鲜亮丽的小荧幕，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那么这部影片就会先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很有帮助，欢迎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，或许你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